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。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天生有富贵命的女人福相。有福之人生活幸福美满，人人艳羡。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，这个人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。一个人是否有福气，很多时候从面相上就能体现出来。身边也经常有朋友问我，他们的面相如何，是不是天生的有福气之人，什么样的面相才天生有福？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什么面相的女人最有福气。一、田宅宫开阔的女人，贵夫之福。眉毛眼睛之间叫做田宅宫，如果田宅宫生得很开阔，再加上中间没有遏制伤疤，这种面相的女人多数福气不错，能够得到一些长辈留的东西，还会跟经济条件不错的对象成婚，结婚后可以得到另一半的豪宅。二、下巴丰满的女人，恩爱之福。下巴长得丰满，这种人晚年运势非常好。这种女人不仅相处起来很容易，而且还很善解人意。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的人是有帮夫运的好相，在生活当中会得到另一半的疼爱，夫妻恩爱，和和美美，是有福气的好面相。三、人中清晰深长的女人，孝顺之福。有清晰深长的人中，女人生殖能力强，能生出遗传优良基因的孩子。她的孩子也容易心存孝道，聪明多福，未来成就高，人中形美，也是长寿的表征。相学人中也有了寿堂之誉，聪明加上高寿，夫荣子孝，这种面相的女人真是好命。四、鼻子高挺的女人，掌权之福。鼻直耳挺，深耕丰隆，鼻翼饱满的人都比较有福气，在生活中掌控权势。这种面相的人会凭借自己的自信与干练，事业上都会有所获。这类女人会得到另一半的宠爱和呵护，家和万事兴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五、垂珠厚大的女人，旺家之福。有着大大的耳垂，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类型。有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，金钱运、朋友运和健康运都不错。这种女人不光自己有福气，就是她的家人也能够接受她的福气，享受到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，自己的运势也会变得美好幸福。六、眉毛纹路清晰亮泽的女人，健康之福。在眉毛部分，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完整，没有眉毛过粗、过黑或者眉形不齐的样子。具有眉秀的人往往在财运方面会有大的起色，在健康方面也比较幸运。七、眼睛大而清澈的女人，无忧之福。眼睛要大而且清澈，眼睛黑白分明，目秀神清，主其人秉性坚毅，识大体，不急躁胡为，做事有条理。这样的女人是天生的福相，生来不知何为愁苦，所以也非常的单纯。八、眉形清秀弯长的女人，知己之福。眉形不宜浓浊，即带有腻毛，眉形清秀弯长者必定多才多艺，性情中和，善解人意及心境开朗。两眉之间印堂部位不被两眉相侵，都能得到朋友信赖，以得知心朋友和忠心部属。所谓快乐无穷，只因眉生额角，多愁常虑，皆为眉所印堂。九、耳朵位置高的女人，名利之福。看一个女人是否有福气，要看她的耳朵。耳朵不但能看出幼年运势、家境好坏、心性好坏，更能借此预言将来是否获得功名利禄，享受荣华富贵。耳朵位置高的女人天资聪颖，学习能力强，读书成绩优异，善于沟通，是成功人士的典范，能够拥有名声和地位。上面这些是叫得上名字的福相特征，但除了这些之外，如果我们身上还有这些相学特征，也属于天生有福的富贵命格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。一、唇红齿白，嘴唇色泽偏红，同时齿列整齐，不尖不暴，齿色偏白。伴随着这种相的是声音偏向柔美，咬字清晰。具有此相的女子和丈夫间的关系甜蜜，夫妻恩爱，感情生活美满。这类能够享受美好情感生活的女子，最大的性格优点就是性格中庸，既不情绪化，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经，而且很体贴善解人意，使得家庭内聚力强，感情基础坚实。二、下巴丰满。下巴长得丰满是爱生活的女孩子，不仅相处起来容易，也是相当善解人意的女子。
相书中有言，风寒重仪，旺夫兴家，就是说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的相貌，就是帮夫运的好相。娶到这样的女子为妻，做丈夫的非常幸福，因为她们是标准的贤内助，对全家人都相当的体贴，而且开朗大度，温和敦厚，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。3. 眉心长痣，若眉心中间长了一颗大红痣，则说明这个女人天生具有佛缘，本人福气深厚，能旺自己，旺家人。她们性格善良宽和，理解他人，乐善好施，是个帮助他人不求回报的人。他们一生会做很多好事，帮助很多人，心胸开阔坦荡，一生福气满满。这样的人不仅会有很好的佛缘，运气也不错，总能遇到各种好事儿，不仅自己能够发展顺利，享受生活，还能催旺家人运势，一生富贵，福泽有余。4. 鼻子高挺，鼻直而挺，山根丰隆，鼻翼饱满的鼻相。这样的女子多半很有贵气，能做夫人命。拥有如此优良鼻相的女子，就算书念得不是很好，也不见得没出息，因为凭借自信与干练，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。荫夫帮夫，这是大鼻美女会做的事，做老公的算是很受宠，又很受保护。5. 脚底下长痣，在相学中，脚底有痣往往代表着极品之贵，是大福痣，往往代表着贵人运旺势，一生财福旺运，衣食无忧。而且脚底有痣的女人聪明伶俐，机智过人，性格活泼开朗，能旺夫旺家。她们属于人群里运气爆表的那一批人，遇到困难也很快就能解决。6. 毛发柔软，发质倾向柔软，个性会很柔和，比较不会自寻烦恼，不自找麻烦，这样的生活会相当幽静安逸。同时个性柔软的人还有个好处，行事上不见得没有主见，而是协调性和妥协性很高，总能面面俱到地帮家里解决问题，分忧解劳。7. 脖子后面有痣，在脖子后面中心位置有大痣的女人，心胸开阔，志向远大，为人低调谦虚，是能成大事之才。这样的人命中有靠山，自身韧性强，不惧困苦，在恶劣的环境都不会打倒他们，他们还是敛财的好手，年龄越大，财富积累越多，所以基本到中年就会发达。8. 人中清晰，女性要是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，必定是生殖能力强，能生出优良遗传孩子的上上之相，所生子息也容易心存孝道，聪明多福，未来成就且高，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象征，故而有人中有寿堂之誉，聪明加上高寿，夫荣子孝，真是好命。9. 垂珠厚大，有着大大的耳垂，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类型。耳垂厚大的人，金钱运、朋友运都不错。耳垂大而柔软的女人，对人十分宽厚，尤其对自己的老公、孩子都会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，有福音，有人缘，这样的女人有福气极了。如果你的太太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全家一定能接收到她的福气，享受到衣食无虑的生活。10. 柳叶眉，眉形弯曲的幅度相当大，同时呈现出弧形的这两种眉毛，且从眼头长长的到达眼尾的后方。这种柳叶眉的女子都是善良无比、心肠特软的温柔佳人。不过生有这种眉形的女子并不多，遇到了就要积极把握，以免错失先机，被其他人先追走了。11. 手心有痣，手掌心有痣主富贵，代表一生财路丰厚，大富大贵。有此痣的女人是天生的统领者，胆魄手腕十足，又不缺气运，一般很早就能够出人头地，干出一番大事业。总的来说，一生都比较顺遂，不缺花用，生活富足。12. 田字脸，所谓田字脸，就是额头偏方形，且腮骨突出，同时脸上又有着丰盈的幼齿，整个脸型方中带圆的类型。这种女子心地相当宽阔，好交朋友，又乐于助人，同时也是心思细密，会帮助朋友渡过难关的慈善家。没工作的，她的热心帮人家安排；缺业绩的，她会帮着找买主。无论如何，愿意付出比别人多的田字脸，娶到她等同于拥有一堆真心的好朋友。13. 耳垂有痣，耳垂上有痣的女人性格多温柔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命中福气旺盛，且身具佛缘，是有福的命格。从面相上来讲，
耳垂处长痣是贵相痣，有此痣的人心思较为细腻，性格稳重，孝顺有礼，有着极好的人缘，本身也比较有才华，做事靠谱，能够很快晋升，聚财能力极强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人虽然早期会受到一些挫折，但是后面能够得到贵人赏识，一路顺畅发展，晚年家庭美满，富贵显荣。14. 眼神清澈，眼珠黑白分明，这类女孩聪明慧洁，就像是漫画中的女主角一样。有这样美丽眼睛的女子都是天真、单纯、开朗，带点孩子气的美少女，漂亮，气质好，而且进退有礼，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气，也因为命好，平日多用正面思考来看待世人。尽管有低潮和挫折，但面对逆境也能有克服与转移的一套思维，有这样的老婆幸福。15. 声音柔和，声音柔美甜润，中气畅旺的女子，即使长得平凡，都能够配得条件相当不错的男性。这不是神秘的橡树之言，而是有生理和心理的基础。声音柔和的人，个性多半温柔。一个人的福气或多或少都可以从面相上体现出来。你的面相是如何呢？是不是天生的有福的面相？但是面相只是了解我们运势好坏的一部分，具体情况还要结合整体情况来看。但结合上述内容，总的来说，有福之人观其面相必定是快乐、自信的，散发光彩，让人一看便知。从面相角度来讲，鼻子掌管着一个人的事业、财运，鼻子长相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生的命运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影响则更大。女人的鼻为夫星，主婚姻和财运。若女性的鼻子生得好，既旺自己也旺丈夫，而且如果鼻相不好的话，就有可能既不旺自己也不旺夫。其人一生运势波折不顺，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一起看一看女人生什么样的鼻相最好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1. 婚前婚后只旺自己的鼻，小吉。这种鼻梁的特征是鼻梁低，俗称扁鼻。当大家用手触摸鼻梁时，只感觉有稍稍的骨感，同时她的鼻孔不露。有这种鼻相的女人不浪费，有投资运气，但由于个性吝啬，婚后的钱财不会交给丈夫共享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她只擅长于管理丈夫的财务，甚至会打丈夫的主意，称不上旺夫相。2. 婚前婚后不旺自己的鼻，凶。这种鼻相承接上一种鼻型，只是有点不同，就是鼻梁更严重，得陷下去，用手触摸也只有肉跟皮的感觉，同时鼻孔外露。在相学上，鼻孔是粮仓，外露即代表大门没有关上，钱财必然会流失。有这种鼻相的女人，古时候称苦相。由于女人即使不旺夫，也不能不旺自己，因此要是生有这种鼻相的女人，必须自小学习一门手艺，自食其力，不要依靠丈夫。3. 婚前旺自己，婚后不旺丈夫的鼻，凶。这种鼻相较少见，就是鼻子高挺，鼻翼内收，见不到鼻孔。有这种鼻子相的女人多为现实型，会在丈夫身上分一杯羹，但是不可以共患难。非常多的女性婚前业绩很好，收入高，有楼有车，但婚后丈夫生意失败，结果她会离开丈夫。4. 婚前不旺自己，婚后不旺夫的鼻，大凶。这是一种恶相。女性婚前不旺自己并不重要，但当要出嫁了，女性不旺夫，必然得不到礼遇。这种面相的人必定短鼻，短鼻指的是鼻子比脸长度的1/3更短。这种人到了中年，经济情况稍显不稳，这是由于凡事考虑不周便贸然行动，因此短鼻的人最好配年长一点的丈夫。5. 婚前不旺自己，婚后旺夫的鼻，吉。有一种鼻相，鼻子大，肉多，枕头下垂，相学家称为带鼻。有这种鼻相的女人，选偶很重视对方家底，丈夫身家太微薄的话，她是不会下嫁的。她为了金钱绞尽脑汁，很会赚钱，但她由于是大多出身清贫，收入不多，因此婚前她很难富起来，但婚后通过努力，大多数都能旺夫。6. 婚前旺自己，婚后旺夫的鼻，大吉。有一个旺夫的鼻，必定鼻头有肉，肤色具光泽，鼻梁偏低一点，这就是正财鼻。有这种鼻相的女人，婚后可以增加丈夫的运势。例如已故香港演员沈殿霞，沈殿霞的鼻子就是标准的旺夫鼻，她婚前运势相当好，自制了不少物业。在70年代演艺事业如日中天，她在80年代跟郑少秋结婚。秋官在肥肥的旺夫鼻影响下，由2、3线的副角直接称为当家小生，这就是旺夫鼻的最好例子。
当然，鼻子生的好坏也影响着男人的事业跟财运。所以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延伸来讲一下，哪些鼻相是旺财旺运的好鼻相，怎样看鼻相好坏。首先了解一下鼻相，标准的鼻子其长度应该占整张脸的1/3，高度应为鼻子长度的1/2，而吉相的鼻子应该是高而有肉，鼻头饱满，这样才能给人带来好运。知道了这个，我们就具体来说一下旺财旺运的鼻相有哪些。一、鼻若悬胆，鼻梁高挺，丰隆有肉，鼻翼饱满且不外翻，仿若一颗吊着的猪胆。有这种鼻相的人，早期生活较为辛劳，中年以后运势会越来越好，财运也会越来越旺，属于大富大贵之面相。二、鼻子丰厚宽大，不仰不露。有这种鼻子相的人，不但财运很好，而且赚钱的欲望也很强，会想尽办法赚取每一分钱，很适合经商，其人一生会过富足的生活。三、鼻子饱满有力，鼻准发达。长这种鼻相的人心地善良，直觉敏锐，正义感强。此外，其人做事稳重，计划周详，并且很有魄力，很容易事业有成，财运朗昌。四、鼻子宽大，鼻翼饱满。这种鼻子俗称狮子鼻，有这种鼻相的人重视钱财，喜欢享受，会为了过上好生活而想方设法的赚钱。此外，狮子鼻的人本身也有很好的财运，因此赚起来也不是太困难，生活一般都会过得很舒适。五、鼻准丰厚，鼻翼向上曲卷。这种鼻子俗称牛鼻，有这种鼻相的人个性温顺，心地善良，财运很好，一生的生活都很富足。六、希腊鼻。希腊鼻又称直鼻，其特征是鼻梁窄长平直，鼻根高，因此鼻根部凹陷不明显，鼻尖较尖，鼻基底部呈水平位。有这种鼻相的人有领导气质，个性强但不好斗，遇事深思熟虑，不会贸然行动，会有计划的去完成既定目标，通常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，获得丰厚的财富。相学中有相不独论的说法，鼻相只是面相中的一部分，固然重要，但也要结合面相的其他部位整体来看才更加准确。知道了好的鼻相情况，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如何看鼻相好坏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。一、鼻型。一、鼻子长的人，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在赚钱方面比较实际，也很执着，只要是设定的目标，一定会想办法去实现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他们往往会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一点点积累，最终获得很多财富。二、鼻子短的人，此类人在赚钱方面眼光不是太长远，喜欢赚现钱，往往见好就收，不喜欢放长线钓大鱼的赚钱方式。三、鼻子窄小的人，有此鼻相的人挣钱比较辛苦，全凭个人努力赚取钱财，付出的多就赚得多，付出的少就赚得少，而且其人开销较大，不善于存钱。二、山根。一、山根高的人，山根位于鼻梁顶端，山根高的人事业心强，也有很强的赚钱欲望，恨不得一夜暴富，但往往欲速则不达。假如踏实的发展事业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，可获得好的事业，也会赚取很多的钱财。二、山根低的人，与山根高的人正好相反，山根低的人在赚钱上比较实际，只要够用就行，并不会有太多的奢望，往往此类人生活更的幸福。三、鼻梁。一、鼻梁高冠的人，鼻梁与山根直达印堂，称为鼻梁高冠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事业和财运都很好，只要通过努力，往往能够获利较高的社会和地位，同时也会赚取很多财富，属于事业财运双丰收的鼻相。二、鼻子低、鼻子扁平的人，有这类面相特征的人，性格比较保守，不喜欢冒险，会用一种平稳的方式赚钱，虽然不能一夜暴富，但也会积少成多，并不会为钱发愁。三、鼻梁过高的人，这类人往往心中充满理想，有些不切实际，喜欢赚快钱，向往一夜暴富，但往往沦为空想，难以成为有钱之人。四、鼻梁凹凸不平的人，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生活中容易遇到阻力，财运起伏不定，时好时坏，虽然赚钱也不少，但开销的多，很难存得住钱。五、鼻梁挺直的人，鼻梁挺直的人财运通常较好，赚钱顺利，但其人对钱财并不是太看重，赚得多就花得多，赚得少就少花。四、鼻准鼻翼。一、鼻准丰隆的人，此类人做事实际而踏实，财运相对较佳，有较强的赚钱能力，很有生意头脑，能够通过运用自己的智慧赚取很多财富。
2. 鼻孔收紧，鼻翼左右对称的人，有此面相特征的人一生财运稳定，头脑精明，总是能想出很多赚钱的主意，也能赚取很多的钱财，属于富贵之人。3. 鼻孔大且漏的人，此类人天生属于漏财型，赚多少花多少，左手进右手出，而且不善于做投机投资生意，容易因此而招致破财。4. 鼻孔小且收的人，此类人性格谨慎，做事稳重保守，而且生活很节俭，在赚钱上他们往往比较谨慎小心，既擅长赚钱，也能狠地存住钱，因此一般比较富有。5. 气色，鼻子气色红润光泽的人财运较好，也很有赚钱头脑，只要付出努力便能赚到很多钱财。鼻子气色赤红，象征着是非口舌，犯小人，破财。长期赤红，必见贫穷孤独。鼻子有黑尘是生病迹象，不易存财，财源不佳，有破财迹象，以防水难或者肾脏有疾病。鼻子气色润泽，表示目前财源广进，事业顺遂，如黄亮光业如子，更是万事如意，财富大增。6. 纹路，鼻子上有横纹的人易得暗疾，不易治疗，同时在婚姻与事业上易造成失败。鼻子有直纹的人易为养子或收他人之子，不宜自行创业。鼻相在面相中属于财库，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事业和财运发展。如果我们不小心让鼻相受伤留疤，会给个人运势造成很大影响。但是相不独论，虽然说鼻子生的好坏对个人运势影响很大，但它也只是影响运势中的其中一部分。想要了解运势吉凶，还得结合其他各方面情况来看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。豪门太太面相特征有哪些？很多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嫁入豪门，过上豪门阔太太的生活。我也曾这样想过，但是你能不能嫁入一个富贵的人家，其实从我们的面相就能够看出。小编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，总结了10个容易嫁入豪门的面相特征。如果你想嫁入豪门，过上不一样的生活，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中以下这些面相。1. 眼睛炯炯有神，眼睛看一个人的心性，眼睛要有神韵的才能命格高。眼睛看人有亲和力而又不失威严的，这样的眼睛一定人中龙凤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要有神，黑白分明，不管眼睛属于什么形状，看起来秀美有神，闪亮动人，却没有杀伤力，这叫受人欢迎，容易得人喜爱。黑眼珠大而有神者比较有财运，交际手腕高，且珠大胆亦大，企图心强，追求积极，对于嫁入豪门之后的生活可谓怡然自得，得心应手。2. 牙齿细密而整齐，牙齿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兴衰，一口整洁细密的牙齿是生育优秀后代的前提。如果牙齿参差不齐的，那么性子一定不好，肾气就逆乱，处理事情不会井井有条。3. 鼻准浑圆，鼻梁不陷，得老公疼，老公事业有成。鼻准要有肉，不能太大太小，更不能鼻头尖，而且鼻梁不可以陷下去。有这样的鼻子的女生可以吸引好的男人，自然可以嫁得好老公。小贝提醒，鼻子端正，直而挺，山根丰隆，鼻翼饱满，准头圆润发亮，鼻孔不外露，多半都很有贵气，为人圆滑，乐于助人，财运好，有夫人命。鼻子色泽明锐，没有斑点或痣，一生财运亨通无虞，夫运更好。4. 下巴宽厚的女人，公婆疼，夫家有祖产，下巴宽厚的女人心情很好，很愉快，不但嫁的老公家中有祖产，而且公公婆婆也会很疼爱。5. 两腮有肉女孩子，两腮要丰满，最忌讳腮骨外翻，俗称炸腮的。这样的腮骨会使丈夫的家业倾覆，而且报复心太强而种下祸根。两个腮骨像刀子一样笔直下来，一点腮骨都没有的也不好。两个腮骨丰满而有肉，这样才能嫁入豪门，例如宋庆龄奶奶。6. 天仓开阔女子，
老公出身豪门，相处愉快。眉毛、尾巴跟头发之间叫做天仓。天仓开阔的女人，除了本身容易得到祖先的荫泽，而且也可以嫁个好老公。7. 耳珠垂女人嫁得好，老公白手起家，妯娌好相处。耳朵大小没有珠的人，个性很急躁，因此跟妯娌相处时，自然口舌是非会比较多。耳朵代表钱财，有珠的人通常父母亲一定会留财产，就算没有留，她的老公自己也会白手起家。8. 嘴巴圆整，色润相。嘴巴代表一个人的诚信度与实路，嘴型好，气色也好，一辈子衣食无愁，不愁吃穿。嘴角略上扬，常微笑，嘴角自然上扬，这样才能嫁到豪门，可以享受现成的福音。嘴唇红润有弹性，口的轮廓清晰漂亮，上唇线条明朗漂亮的人，将来不仅可嫁入豪门，自己也会努力有一个富裕的家庭。不讲话的时候像在微笑，很注重生活质量，有很好的运势。小编提醒的是，嘴巴棱角分明，老公有大房子又体贴。嘴巴棱角嘴，而且微微上扬，不讲话时像在微笑的女人，很注重生活品质，因此在恋爱过程中选到的老公通常会让她生活品质不错，因此往往都会有蛮不错的房子。9. 前缘相护的女孩子。颧骨是代表老公事业基础的，如果颧骨地陷则，老公事业独立支持，而没有贵人相助；颧骨尖耸则克夫在嫁，唯有颧骨危险，有肉包裹，才会旺夫相子。10. 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天庭饱满吃官饭，地阁方圆掌大权。天庭饱满必能够嫁贵夫，地阁方圆必持家有方，此为女人面向富贵之首。额头具体位置是从前额发际到眼睛上方，它能透析出一个人祖上遗传、智力表现、财运、桃花运等。人的运势好坏主要是由额部来推断，因为额能填充人的面相，决定人的财运、事业运等。额头不但光亮明润，而且宽广饱满，发际整齐，没有滞留或破疤，额头形状也生得极为美好。此种女性，老公往往出身豪门，相处愉快。除了本身容易得到祖先的荫泽，而且老公的事业也顺风顺水。如果你生有上面这10种面相，通常情况下会找一个好夫家，但如果你不仅没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反而还中了下面15种难嫁的面相，那一生的婚姻运势则可能比较曲折。具体有哪些呢？大家往下看吧。1. 外眼角吊起，这样的人个性挑剔，看什么都能找出毛病。同样看人也是，这个人有缺点，那个不满意，挑来挑去，慢慢年龄老至，会更加的不如意，最后孤独终老了。切记要找别人的好处，这样的面相要处处看别人的长处就好了。2. 鼻子起结，鼻子中间有明显凸起的人，个性非常怪异，很难缠，固执，恩怨不明，软硬不吃，所以夫妻相处困难，婚姻很难圆满。3. 轮飞廓反，耳朵的外面叫做轮，里面叫做廓，轮整个张开，廓特别突出的人，个性比较叛逆，因此婚姻很难顺利。4. 眼窝深陷，眼窝深陷的朋友往往看问题宽泛度不够，容易错失良机，并且容易执着到过去的感情里出不来，并且朋友圈子窄，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冷淡，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偶了。5. 眉毛中断，眉毛代表肝胆内分泌，也就是脾气个性。眉毛先天中断的人，通常表示肝胆有问题，个性怪异，婚姻圆满个性占很大的比例，因此这方面的人结婚不容易幸福。6. 感情线断裂又起，
感情线中断然后有连接的人呀，婚姻失败的几率非常高，最好迟婚。迟婚的话可以化解。7. 地格肩薄的。地格主家庭，地格就是腮骨与下巴的组合，一旦腮骨平直不显，而下巴有短小无力的情况，往往没有坚持力，遇到困难就逃之夭夭，不能恒久地面对一份感情，所以只能闪婚才可以。8. 结婚线交叉感情线。一般人的结婚线都是平行，如果结婚线往下和感情线交叉，甚至出现倒纹或有破坏和杂乱的手纹，称之为生离死别。有这种纹的人，不是可能丧偶，就是可能离婚。9. 颧高齿凸。颧高齿凸必克夫，颧骨耸突无肉，妻夺夫权，与夫争命。这样的面相会过早把丈夫的好运与寿命克尽。牙齿突出的女人会口无遮拦，出言不逊，说话不考虑别人感受，往往种下感情隔阂的阴影。10. 发浓努力。头发丝特别粗而且浓的，这样的面相性格太直，而且过于强势，找自我意识强，任何事情都不认输，在异性面前往往不会委婉处事，错失良机了。11. 下巴短小后少。下巴短小的人，家庭观念或者做事不持久，往往不顾念旧情，而且听不见去别人劝说。下巴后少，做事虎头蛇尾，闪闪烁烁，不会给对方安全感，所以都是感情的障碍。12. 肩门太洼。肩门在两眼眉部，俗称太阳穴的部位，肩门又叫夫妻宫。如果这里太洼，异性情缘特浅，婚后也会不懂夫妻情趣，最后会夫妻劳燕分飞。13. 鼻梁太扁。鼻梁太扁的女性必须眼光弱才会符合，个性懦弱，常年受丈夫欺压，一生辛苦劳累，不得享福。丈夫会不满足女子做事能力，整日挑肥拣瘦的，吵架拌嘴家常便饭，会被男人抛弃。14. 鼻子过高。鼻子过于高大的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这样的面相过于自我，眼里无人，思想比较自私，处处要表现自己，从来不为别人考虑，而且爱揭人隐私，与朋友相处容易招嫉妒，招人误会，失去介绍朋友的机会。15. 牙齿外翻的。牙齿代表一个人的涵养力与容忍度，牙齿过于外翻就是克夫性暴的面相，事事都不耐烦，处处看不顺眼，容忍不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到处讨人不喜欢，从而失去朋友的帮助，也就没有异性朋友了。当然，面相算命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个人运势好坏的一部分，想了解具体情况，还要结合整体的命理来看。而且小编也只是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总结的，可能有偏差，仅供大家参考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留言咨询小编，小编会耐心的帮助大家解答的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